这种水加太多，怎么打都很稀的刮胡泡怎么办呢？普通人会跟你说，加更多肥皂进去就好啦。哼哼，那是没技术的人的说法。今天只用一支刷子就可以让泡沫起死回生，让你知道什么叫技术战胜一切。起泡的原理很简单，只要把肥皂水拉开再合上，空气被包进去就会产生气泡。像这种起泡器，只要上上下下把泡沫拉开再关上，就可以产生泡沫。要把刮胡皂打出泡沫，我们常用的是刷子。这2根手指就像刷子的刷毛，把它们分开合上，分开合上，泡沫就会跑出来。如果把手指粘在一起，就很难有气泡出现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些人起泡的时候会把刷子压到底，刷毛没有活动的空间，就像不会分开的手指，起泡的效果就很差。刷子的运动方向有2种，横向跟纵向。你拿刷子转圈圈就是横向运动，如果让刷子上上下下就是纵向运动。刮胡泡要打得好，就要同时做横向跟纵向运动。举个例子，大部分的起泡碗底会有一条一条的起泡条，这个凹凸不平的表面会让刷毛上下运动，就可以更快产生泡沫。使用刷子有2个忌讳，第一个是刚才说的，把刷子压到底，不但不能产生泡沫，还会折断中间的刷毛，你的刷子会秃头变成地中海。第二是像转螺丝起子一样原地扭转刷子，就是有人会这么做，这样刷毛会纠结，然后折断。想换新刷子就这么做吧。打刮胡泡，你可以用碗起泡、脸起泡、手掌起泡，用手指直接搓揉起泡。其中泡沫品质最好的是碗起泡。用碗起泡需要碗、刷子、水这3个装备。新手第一个困扰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挑选刷子。刷毛有合成毛、猪毛、獾毛、马毛。就碗起泡而言，合成毛的起泡效果最好。原因在于保水量，在碗里面起泡，你需要严格控制水量。合成毛不吸水，控制水量很简单。动物毛就不是这样咯，动物毛有毛鳞片，会吸水。动物毛的中心是中空的，也会吸水。它会吸水，也会排水。这个就很麻烦咯。如果一开始刷子里的水就太多，肥皂跟水的比例不对，那么就不用玩啦，还没开始就失败了。合成毛不吸水还有一个好处，它不会吸收泡沫。合成毛的肥皂用量少，起泡速度快。獾毛的肥皂用量比较多，而且 loading 的时间要很长。猪毛就更夸张了，把肥皂吃光光，是吃泡怪兽。如果你的刮胡皂很贵，你应该不会想让泡沫被刷子吃光光。在脸上起泡，你会考虑刷子的舒适度、保水度、保温度。但是在碗里面起泡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合成毛在这里全部都是优点。它不吸水，你不用花时间去泡刷子，刷子用完以后干得很快，不用花2天的时间去晾干。合成毛没有磨合期，不用养刷。合成毛也不会掉毛啊，每次看到刷子掉毛，你不会觉得很肮脏吗？合成毛还有一个最大的卖点 ，CP 值，1分钱1分货，这个道理是没错的。但是在刮胡子领域，那就不一定咯。更贵的刮胡刀不见得更容易使用，便宜的刮胡刀为了让大家都能用，反而做得很容易上手。更贵的动物毛刷，如果你不懂得它的特性，买来只会觉得怎么会那么难用？就像大马力的后驱跑车，好吗？当然很赞啊，但是如果你不会开，8成都会出车祸。合成毛就像 Toyota， 它没有个性，适合所有人。几百块台币就可以买到很棒的合成毛，1分钱1分货，在这里是不存在的。如果你觉得 Toyota 太普通，看不上眼，那你可以买高级的 Toyota Lexus。合成毛也有豪华等级的产品，但是一样很有 CP 值。不过我想说，
便宜的刷子跟贵的刷子打出来的泡沫没有区别，2倍价格的刷子你打不出2倍的泡沫。合成毛便宜，你就可以放心抄、使劲抄、用力抄，放心大胆抄，你才能玩得开心。接下来我会用这把合成毛来示范。这个刷子是买刷架送的，连 logo 都没有。你看，连刷毛都变形了，这个应该是 Yaris 等级的。示范的刮胡罩也是常见的 Proraso， 这么普通的组合，只要你会用，Yaris 也可以变成 GR Yaris。GR， 幼稚。另一个挑选刷子的重点是刷子的大小，2个数据：刷节尺寸跟顶部宽度。这一把 Yaris 刷节尺寸是 23mm， 新手选类似的大小会比较好控制。特别大的刷子会一下打进很多空气，很容易GG。刷子的顶部宽度要跟碗互相搭配，碗够大，刷毛才有上下左右活动的空间。碗口的宽度至少要是刷毛的2倍。我用的这个碗有刷子的3倍，用起来就很舒服，就舒适耶。如果你手边没有大小合适的碗，去厨房找一个平时吃饭的碗就可以了。碗底有没有起泡条一点都不重要，看完影片你就知道为什么了。最后一个装备是水，刮胡子要用冷水，不要用热水。刮胡罩起泡也是一样，全程都要用冷水。泡沫在60度的热水会开始分解，热水的水分蒸发很快，泡沫也不能维持很久。热水会破坏刷节里面的胶水，会让你的刷柄变形，还会损坏你的刷毛，尤其是欢毛。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，热水会比冷水溶解更多的物质，也就是说，热水的硬度会比冷水硬，起泡的效果会比较差。以往在刮胡罩取罩，你看到最多的应该是这样，直接在肥皂上起泡。我以前也这么做，但是这样做有很多缺点。首先，你会把水带进去，肥皂碰到水就会开始分解，所以很多人的肥皂会发霉、变烂，变成细菌的温床。直接在肥皂上起泡，刷毛会把不干净的脏东西带进去。有些非常硬、非常干的肥皂会粘住你的刷子，拔掉你的刷毛。每次用完还要把它打开晾干，肥皂的香味全部跑光光。你看我这罐旧的 Proraso， 颜色跟新的明显不一样，就是之前直接在上面起泡的下场。这样子取罩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它不能控制用量。一般人只会算圈数或是算秒数，转个30圈或是30秒。但是这样你知道弄出来的肥皂有多少吗？肥皂有软皂、硬皂，软的一下子就挖出来很多，硬的就算打很久，量还是很少。用的刷子也有区别，欢毛很软，要转很久才有足够的量。猪毛很硬，一不小心就会挖太多。最好的做法是准备一根汤匙，把肥皂挖一点出来，转移到碗里面再起泡。这个做法百利无一害哦。之前说的什么发霉、变质、味道跑光光，这些缺点都没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可以控制肥皂的量。泡沫就是肥皂加水加空气，要打出好的泡沫，就要计算它们的比例。每次都用1公克的肥皂，看看要加多少水。以后就照这个水量打就好了，你的泡沫每次都很棒。完美只存在一瞬间，而数值可以帮助无限接近这个瞬间。把肥皂刮下来，常用的标准用量是1公克，薄薄的刮才能增加接触面积。用手指把肥皂压在碗底，要压得密实一点，起泡的时候才不会到处乱跑。起泡加水的重点是少量多餐，不够再加。找一个小茶杯装水，小茶杯不能装很多，不小心失手还能救回来。有刻度的杯子是最好的，以后就照固定的水量起泡就可以了。不要直接在水龙头下面接水，很容易一下子就GG。
一开始加水不要加太多，盖过肥皂的范围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肥皂很硬，可以泡久一点，让它软化。就都嘛得，重点中的重点，一开始让刷子保持干燥是成功的关键。合成毛请保持整把是干的，不要泡水。动物毛只要泡到毛尖就可以了，不要整把泡进去。晚起泡跟连起泡不同，整把刷子泡进去，你的刷子就会储水。一开始的水量就过多，就是很多人失败的原因。你可以随时加水，但是无法把水随时去掉。第一个阶段要把肥皂全部融化，做直线的来回运动，直线起泡。就像你拿砂纸磨东西，你会用砂纸来回摩擦。刷毛来回直线运动可以把肥皂磨掉。刷毛活动的范围很大，可以很快的把空气打进去。对刷子施加一点压力，可以更快的磨掉肥皂。如果你的刷毛太软，可以捏住刷毛的中间，这样可以让刷毛变硬。连做刷子的 Simpson 也说，用直线的方式起泡，刷子才不会坏。打到都变成粘稠的糊状物，就进行第二阶段，旋转起泡。旋转刷子的时候，刷毛被扭曲，摆动的幅度不大，所以我们要变换旋转的方向。顺时针做完，换逆时针。旋转的同时，可以做上下的活塞运动，把刷子压一下再放开，这样刷毛就可以上下左右活动。拿刷子画圈圈，泡沫会跑到外圈，把外面这一圈泡沫打下来。泡沫在哪里，刷子就要移动到哪里。肥皂发出的声音变大，就是缺水。缺水的时候就加一点水，一点点就好。在这个阶段，你要把大部分的水分比例都调配好。怎么看呢？当泡沫的表面开始出现光泽的时候，代表水分的比例就很接近了。泡沫的尖端如果是尖尖的，不会垮下来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这个泡沫已经可以拿来刮胡子了。虽然对某些人来说，这个泡沫有点浓，先别急，这里的水量不要过多，我们到最后才调整泡沫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打出的泡沫很蓬松，轻飘飘的很通风，那就是水加太多，没救了。有了这层泡沫，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三阶段，无限起泡。无限就是 infinity， 刷子的移动轨迹沿着这个符号运动。它其实就是倒下来的疤啦。用刷子画八字形，刷子会自己上上下下做活塞运动。无限起泡可以把泡沫顶起来，泡沫也会跟刷子一样做上下左右的运动。泡沫会黏着刷子，不会被甩开。在泡沫里面起泡，你就会有无限泡泡。每次做这个动作，我都会感觉在搅拌一颗麻糬。搅拌麻糬的时候不要加水哦。无限起泡是唯一一个不用加水的阶段。赶快搅拌，对，搅拌了，还没。可以了。啊娘喂，怎么会这么大一坨？它会帮每个泡泡都灌气，
你的泡沫会有量的提升。不过气打太多，泡沫里面会有大大小小的气泡，空气是没有润滑作用的。我们要进行第4阶段，去除气泡。要把气泡打出来，刷子的用法一样是画圈圈，把刷子悬空，只接触到泡沫，不要接触到碗。在泡沫表面旋转，可以打掉表面的气泡，伸进泡沫一点，就可以去除内部的气泡。画圈圈的时候要画大圈，把泡沫摊开，转圈圈的速度不要太快，不然空气又会被打进去。到这里都还不要加水哦。吼吼，像不像勾勾的优格？这个就是 SOTD 出现的泡沫啊！没咧超大哦，又黏又勾，超像土耳其冰淇淋。土耳其冰淇淋，土耳其冰淇淋，幼稚。我们会依使用的刮胡刀不同，使用3种不同的泡沫。如果你用的是比较激进、刀片感比较强的刮胡刀，那么这种厚实有缓冲的泡沫就很适合你。不过老鸟会跟你说，这种泡沫只是好看而已啦，水分不够，太粘稠，只会增加阻力啦。泡沫要够水滑，刮胡刀像穿溜冰鞋一样，这样才是好泡沫啦。水是最重要的润滑剂，不够滑就要往里面加水。这里加水就要很注意咯，用手指加水，一点一点的加。哟，不灵不灵欸，全都是泡沫，你会不会倒酒？泡沫的延展性非常好，迷迷桑桑，泡沫的尖端呈现半倒的状态，这个就是够水够滑的泡沫。你看看这个光泽 beautiful， Proraso 可以打到这样欸，赞哦！听听看这个声音。不过如果你用的是直式剃刀，这个泡沫还是太厚，你的刀片会在泡沫里面游泳，会感受不到刀片。直剃刀需要超薄超滑的泡沫，第3种泡沫，再往里面加水。打到这样会流动，但是又不会滴下来的程度，这个就是直式剃刀的泡沫。すごいね，超薄超滑，冈本00 Proraso 001。到这里，常见的泡沫都讲完了，应该 happy ending 了。不过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不小心手抖一下，水加太多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是刚才剩下来的泡沫，够少了吧？我们再往里面加水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个泡沫已经没救了，除非你会神技。起泡要有肥皂，碗里面肥皂不够了，你觉得哪里还有肥皂呢？刷子里面。第5个阶段，我们要利用刷子里面的泡沫。就都嘛得，直接把泡沫用手挤出来是不行的。各位有用过起泡网吧？泡沫要经过起泡网的小洞，泡沫才会变多。我们要让泡沫变浓密，就要把泡沫从刷毛的缝隙中挤出来。你的刷子动作应该是
刷子移动的时候往下压，但是不要压到底，抬起来。把碗拿斜一点，就像拿扫把扫地一样，把碗里面的泡沫全部扫到一起。刷完以后，你的刷子应该是空的。还没完哦，神技是一套组合技，要把3、4、5 3个阶段的技法串在一起。接下来用去除气泡的方法把泡沫抹平，然后用无限起泡再打一次，要把3、4、5一直循环。这个会花一点时间哦，我们在做规格外的事情，要有点耐心。好啦，我知道你没耐心啦。各位观众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！这招也是刮胡之神托梦给我的，在别的地方你是看不到的，可以无中生有，起死回生，叫它神技，不过分吧？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哼哼，碗里面已经空了，可是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哦。学会这招有点烦，肥皂根本用不完，烦呢。起泡很好玩，对吧？如果你也是这样想，那你就惨了。刮胡皂是另外一个坑，打开潘朵拉的魔盒。呀哈哈哈哈，你就回不去了。刮胡之神除了教我起泡神技，还有另外给我一个起泡神器，下次再见啦。